美乌20条和平计划曝光，为何俄罗斯第一时间拒绝？红军城未倒，乌军重新控制库皮扬斯克。圣诞无停火，前线全面升温。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迈阿密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美乌两国代表终于敲定了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20条和平计划。12月24日上午，泽连斯基正式向媒体公布了这份方案的具体内容。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重要进展，但很快现实就泼了一盆冷水。俄罗斯拒绝了这份和平计划。那问题就来了，这20条和平计划到底讲了什么？又释放了哪些信号？为什么莫斯科不接受？12月24日上午，泽连斯基正式对外公布了美乌在迈阿密多轮磋商后敲定的20条和平计划，并强调该文件仍未草案，其条款可能在谈判过程中有所修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感受到美国希望达成最终协议，而我们这边也全力配合。乌克兰过去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和平的障碍。”这份文件看起来很复杂，但核心思路其实很清晰，冻结当前战线，换取西方安全保障，同时为战后重建提前铺路。按照这份方案，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签署一份被定义为全面、无可争议的互不侵犯协议，前线由卫星和无人机全天候监控。一旦协议生效，停火立即启动。乌克兰承认短期内无法收回全部失地，接受以现有阵地线作为事实上的前线，但并不放弃主权主张。作为交换，乌克兰将获得强力安全保障，乌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规模将保持在80万人。美国、北约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承诺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的保护机制，一旦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动武，西方将做出协调一致的军事回应，并全面恢复对俄制裁。乌克兰也因此正式放弃加入北约，转而接受这种类第5条的替代方案，同时接受对军队规模的限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方案明确提出，乌克兰未来将加入欧盟，并争取尽快写入具体时间表。同时，一整套全球发展与重建计划同步启动，美国企业、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银行将深度参与，涵盖能源、基础设施、矿产开发和城市重建，目标直指战后长期复苏。在敏感的领土和军事问题上，文件要求俄军从部分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出，并由国际部队进驻监督执行。双方承诺不再以武力改变领土安排，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同时推进战俘交换、人道主义救援和战后政治进程。按照这份方案，一旦协议签署，乌克兰需要尽快举行总统选举，推动国内政治回到战时状态之外的正常轨道。同时，协议的执行将由一个专门设立的和平委员会来监督，这个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担任主席。成员构成也很特殊，既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也包括欧洲国家、北约以及美国本身。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只靠承诺维持的协议，而是试图通过一个多方参与的机制，把各方都绑进同一套规则里。这份协议具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力，一旦任何一方违反条款，相关制裁将自动启动。从设计上看，这一安排的目的很清楚，不是靠互信，而是靠监督和代价来维持和平的最低稳定。如果对比此前川普政府提出的28条版本，可以看出美乌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乌克兰接受冻结战线，放弃加入北约，不再明确要求战争赔偿和追责；美方则放弃从安全保障中获利，也不再坚持乌军从部分未被占领地区撤离。那现在真正卡住和平谈判的分歧点是什么？答案其实很集中，2个问题：乌克兰东部领土的控制权，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归属。按照最新方案的设想，只有这2道难题被解决，停火才可能真正生效。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了谈判桌上最难啃的硬骨头。先说扎波罗热核电站，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克兰至今还没有和美国谈拢由谁来控制和运营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核电站虽然靠近前线，但目前仍在俄罗斯军队的控制区内。泽连斯基透露，
美方最初提出的设想是由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共同运营，而基辅方面更希望的方案是乌克兰和美国各掌握一半控制权。再看乌克兰东部的领土问题，这被泽连斯基称为谈判中最复杂也最敏感的部分。莫斯科的要求非常明确，乌克兰必须从整个地区撤出所有部队，包括目前仍由乌军控制的区域。而乌克兰的立场则是希望沿着当前前线冻结战斗，不再继续推进或后撤。美方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基辅仍控制的部分顿涅茨克地区设立非军事区和自由经济区作为过渡安排。不过，泽连斯基也暗示，在设立非军事区之后，新的草案最终不排除导致乌克兰从顿涅茨克撤军的可能。他将这份文件形容为一份框架性、基础性的政治文件，是围绕如何结束战争搭起的一个谈判底盘，涉及乌克兰、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但泽连斯基同时强调，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必须直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像领土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在技术层面拍板，只能留到领导人层级来谈。这也意味着真正的决定权仍然在最高政治层，而不在文件本身。尽管在最复杂也是最敏感的领土问题上，各方目前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泽连斯基已经释放出一定的松动信号。他表示，乌克兰愿意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一种潜在妥协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是，乌克兰可能从目前仍控制的东部顿涅茨克部分地区撤出重兵，大约涉及约 25% 的区域，并在当地设立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经济区。而乌克兰从东部撤军一直是莫斯科最关键也最坚持的核心诉求之一。不过，基辅方面也把底线说得非常清楚。第一，不论乌军是后撤10公里还是40公里，俄军必须同步后退相同的距离，不能只要求一方让步。第二，自由经济区的警务和治安必须由乌克兰方面负责，绝不允许由俄罗斯警察介入。在具体执行层面，当前的战线将成为自由经济区的边界线，国际部队将沿着接触线部署，负责监督执行，确保俄军无法进入该区域。从基辅的表态来看，这并不是一次无条件让步，而是一种带着严格约束条件的试探。他既回应了莫斯科最关心的撤军问题，也试图通过国际监督和对等后撤，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就在泽连斯基对外公布乌克兰20点和平计划的同一天，克里姆林宫也迅速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明确表示，俄方的关键立场，美国方面其实早就非常清楚。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俄罗斯立场的所有主要参数，我们的美国同事都非常清楚。佩斯科夫还补充说，俄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已经就最近一轮谈判的情况向普京本人做了详细汇报。这也意味着俄方的判断并不是外交层面的试探，而是已经上升到了最高决策层。随后，多家媒体证实，俄罗斯已经拒绝了这份由美乌会晤形成的20点和平计划。不过，莫斯科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一票否决。报道称，俄罗斯计划推动对这份20点方案进行重大修改，核心方向是对乌克兰军事力量施加更多限制，并补上俄方认为至关重要但目前缺失的关键条款。佩斯科夫也直言，在莫斯科看来，这份文件目前只能算是一个起点。原因很简单，它没有包含俄罗斯想要的核心内容，同时还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俄方的说法，这份20点和平计划并没有保证北约停止向东扩张，也没有确保乌克兰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保持中立地位，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没有实质性限制，没有涉及对俄语和相关群体的保护。同时，制裁现状以及俄罗斯在西方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也完全没有得到解决。俄方释放的信号很清楚，这份20点方案距离莫斯科可以接受的版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因此，这份20条方案未必会成为结束战争的答案，但很可能会成为下一轮谈判的起点。短期内，战场仍将主导节奏，文件只是配角，而真正能改变局势的依旧取决于战线走向，以及大国在关键时刻是否愿意做出真正的政治决断。在那之前，现实恐怕只有一句话：边打边谈，
仍将是这场战争最真实的状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整整4年了，前线没有降温，反而在多个方向同时升温。最近，焦点再次回到顿涅茨克方向的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过去常被称为红军城的那座要塞城市。这座城目前正陷入极其激烈而且非常混乱的争夺战。此前，俄罗斯方面的将领曾向普京汇报，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波克罗夫斯克。但从最近几天的战场情况来看，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多家乌克兰媒体披露，俄军不仅莫能稳住局势，反而很可能遭遇了局部反占领。现在这里打的不是大规模推进，而是典型的街头巷战。根据 The New Voice of Ukraine 的说法，双方在城市内部反复拉锯，乌军的重点并不是全面反攻，而是不断切割、骚扰、迟滞俄军的推进节奏。从地形上看，波克罗夫斯克被一条铁路分成南北2块，这条铁路本身就是这座城市战略价值极高的原因之一。控制铁路就等于控制补给、兵力机动和整个战区的连接点。乌克兰空降部队第7快速反应军团的指挥官叶夫亨·拉谢丘克透露，俄军目前主要采取小股渗透的方式，试图从北部社区一点点挤进来，但乌军依靠侦察和无人机，基本能提前发现并阻止这些行动。谈到伤亡问题，他再次强调了一点，俄罗斯并不在意人员损失。按照他的说法，从9月到现在，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损失已经接近6500人。乌克兰广场起义报也提到，乌军在城市北侧成功击退了俄军58次进攻行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战线稳定，大量区域仍然处于所谓的灰色地带，谁也无法长期控制。原因其实很现实，城市以北很快就转为开阔地形，而在田野和空旷区域，无人机对乌军更有利，但城市废墟和密集建筑对兵力更充足的俄军步兵来说，反而更容易发挥优势。就在波克罗夫斯克焦灼不下的同时，另一个方向却传出了对俄罗斯极为不利的消息。12月25日，多家俄罗斯频道确认，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库皮扬斯克。这是一次实打实的打脸。亲俄频道一边承认城市被夺回，一边讽刺俄军指挥部至少还发了勋章。连一向立场强硬的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也公开承认，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遭遇了惨败。更关键的是数字，俄方军事博客作者承认，自12月11日以来，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已经解放或控制了182平方公里以上的阵地。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资源，在短时间内同时攻破北部要塞带，还维持其他方向的进攻。亲乌克兰媒体则称，库皮扬斯克已经被完全收复，乌军还在继续向北推进，目标直指扎帕德内、卡利诺夫一线和霍鲁比夫卡地区，看起来是要清理奥斯基尔河以西的整个区域。乌克兰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古博夫也证实，俄军已经失去了坚守阵地的能力。他说，目前仍有大约50名俄军士兵滞留在城内，正在陆续投降，甚至还俘虏了一些外国人员。他们的补给几乎只靠一条空中桥梁，这种后勤根本不可能长期支撑防御。与此同时，俄军在南线的行动同样不顺。从12月22日开始，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多布罗皮利亚轴线发动了一次被称为机械化狂攻的行动。4个装甲纵队齐出，试图策应红军城方向。乌军则迅速调动第1军、拉萨尔集团军和特种部队联合拦截。激战持续了6个多小时，结果很明确，俄军进攻被击退，乌军摧毁了6辆坦克、15辆装甲车以及10辆摩托车。这次失败直接挫败了俄军从多布罗皮利亚突破联动红军城的作战设想，而乌军也正在不断从其他战区调来新的部队和装备。可以预见的是，进入2026年，波克罗夫斯克依然会是整条战线上最血腥、最焦灼的区域之一。这块几年前就被俄罗斯宣称志在必得的要塞，到现在仍然牢牢牵制着大量俄军兵力。此外，在第聂伯罗方向，乌克兰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根据 RBC 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
乌军近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成功收复了伊万尼夫卡。战斗中，乌军俘虏了19名俄军，并清除了多处掩体。这个地区长期反复易手，这一次乌军显然希望通过建立更多据点，把防线真正稳住。综合来看，现在的战场状态其实非常清楚，谈判在桌上继续，但节奏依然掌握在前线。而至少从近期的多个方向来看，俄罗斯想要靠单纯的消耗战把局面彻底压过去，已经越来越难了。2025年12月25日，俄乌战争第1401天，圣诞节前线没有停火，战斗仍在继续，而且不少方向明显升温。先看苏梅方向，俄军试图从赫拉伯夫斯克村向乌克兰境内深入推进，但乌军坚守阵地，与其展开近距离交战，给俄军造成了一定损失。目前双方仍在拉锯，局势高度紧张。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依然是焦点战场之一，乌军继续保持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北部，米尔诺赫拉德方向仍有存在，但俄军明显加大了攻击力度，这一线的压力正在上升。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胡利亚波列南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向扎波罗热西部的攻击未能打开局面，整体依旧焦灼。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已经抵达扎波罗热前线，与铁木儿特种部队的士兵会面，并了解最新战况。官方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这一动向本身就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继续使用小规模步兵群，配合无人机和制导航弹的战术推进，但在行动过程中遭到乌军无人机重点绞杀，损失相当惨重，推进受阻。在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莱曼、西维尔斯克、科斯蒂安蒂尼夫卡、辛巴甫洛夫卡等多个方向，俄军依旧发起进攻，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南部，乌军展开精准打击，乌军战机使用 AISM Hammer 制导炸弹空袭俄军指挥所，消灭了正在集结的俄军士兵。同时，乌军无人机还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 TOS-1A 重型喷火系统，估计价值约800万美元。库皮扬斯克方向战况出现明显变化。乌克兰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由于城内俄军后勤补给被切断，部分俄军已开始陆续投降。据通报，城内大约还有50名俄军，其中一些人正在投降，包括外国雇佣兵。他们的补给只能依赖有限的空运，已无法长期支撑。此前，泽连斯基曾赴库皮扬斯克视察并嘉奖部队，但俄媒和部分亲俄账号污蔑这是几年前拍摄的旧视频。不过，细心的网友发现，泽连斯基手中使用的是今年刚上市的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细节也直接戳破了相关说法。回到波克罗夫斯克市区，双方依然围绕铁路线展开拉锯战。乌军昨日再次越过铁路线，对盘踞在南部的俄军发动进攻，但战术已经明显调整，不再以夺取阵地为主要目标，而是尽可能消耗和杀伤俄军有生力量。与此同时，俄军加大了南线攻势，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战斗持续升温。乌克兰南部集团发言人沃洛申在12月24日通报称，俄军依旧采用3到5人一组的小队冲锋战术，接触线基本没有变化。为了适应冬季作战，俄军甚至给士兵配发了白色迷彩服，试图渗透进入胡利亚波尔镇，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仅过去一天，胡利亚波尔市内就记录了17起交战。俄军还不惜动用战略预备队，对这些定居点发起进攻，试图切断乌军后勤。他们每天向胡利亚波尔镇投放25到30枚滑翔炸弹，几乎是在系统性摧毁城镇建筑。在胡利亚波尔和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方向，俄军每天损失约300到350人，相当于每天有大约100个3到5人的突击小组被歼灭。沃罗申还指出，随着天气条件改善，俄军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过去24小时内，南部战场记录到俄军2100架次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仅在扎波罗热方向就发动了350次进攻，使用弹药超过1500发。乌军则积极展开反炮兵作战，在过去一天内摧毁了19套俄军炮兵系统，歼灭约300人，击毁108件武器和军事装备。
由于乌军多个战俘营已经接近饱和，俄军的死亡率也在快速上升，目前死伤比例已达到2:1。这不仅反映在战场上，也开始影响俄军士兵的心理状态。据前线消息，当得知克里姆林宫再次拒绝美乌提出的和谈条件后，俄军第2集团军中不少士兵愤怒地咒骂：“等他们谈成了，我们都已经变成泥土了。”从这一天的战况来看，战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但消耗正在持续加速。在谈判依旧停滞的情况下，前线仍然只有一个现实：打，还得继续打。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